联合国安理会27号未能表决通过俄罗斯等国共同提交的有关决议草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方对联合国安理会未通过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进行国际调查的决议草案表示遗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虽然决议草案未能通过，但是俄罗斯将继续寻求采取所有必要措施来确定肇事者，并将之绳之以法。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要求联合国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对北溪事件进行调查，并查明所有实施者、资助者等，并请秘书长在决议通过30天内汇报成立委员会的人选，鼓励独立调查国家分享信息。据报道，这份决议草案只有获得9张赞成票，以及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均不行使否决权的情况下，方可获得通过。投票当天，只有俄罗斯、中国和巴西投票赞成，其余安理会成员国投了弃权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现在对于谁是破坏北溪管道幕后黑手的怀疑已经显而易见。在众目睽睽之下，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尽全力确保不会有针对北溪管道问题的国际调查，并且试图通过媒体散播自相矛盾和荒谬的推测来掩盖事实证据。俄方严重怀疑一些欧洲国家正在进行的国别调查的客观性与透明度，并对这些国家不愿与事件相关方合作表达不满。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без объективного и транспарентн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равды о произошедшем нам не выяснить. 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罗伯特·伍德则坚决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并称美国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到破坏北溪管道的行为当中。It was an attempt to discredit the work of ongoing national investigations and prejudice any conclusions they reach that do not comport to Russia's predetermined and political narrative.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出席会议并表示，中方对安理会关于北溪管道问题决议草案的表决结果表示遗憾，呼吁尽早查明真相，追究肇事方责任。如果有关国家坦坦荡荡地欢迎安理会授权对北溪管道爆炸进行国际调查，至少可以显得他们问心无愧。如果有关国家遮遮掩掩地阻挠安理会授权进行国际调查，反而令人怀疑他们是另有隐情。对于一些安理会成员认为，现在有关国家正在开展国别调查，安理会没有必要授权进行国际调查。耿爽表示，国际调查和国别调查并不矛盾，由联合国牵头开展国际调查，反而可以在不同国别调查之间发挥协调作用，得出的调查结论更权威，更易被广泛接受。国别调查它是特指的几个国家对于特定的区域进行这种证据的搜索，它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小，这种证据链也不够完全的闭合，而且还容易得到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因素的干扰。而这种国际调查，它是在联合国的这种牵头下进行调查的，也是可以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广泛接受的。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表示，美国试图躲在盟友对北溪事件的调查行动背后。有俄罗斯专家指出，西方国家在对北溪管道遭到破坏进行国际调查的投票中弃权，因为其担心真相会被人们广泛知晓。俄罗斯观点报报道称，早前曝光北溪管道爆炸是由美国策划实施的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赫什对这一投票结果并不吃惊。他说：“你们对他们还有什么期望？如果不是这样，那才是新闻。”赫什28号在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还透露了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更多细节。拜登下令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原因是防止德国放弃军援乌克兰，以谋取政治资本。赫什还称，知道破坏北溪管道内情的美国官员非常少，一切都通过中情局局长和在当地的工作人员进行，也不会事无巨细地专门向总统汇报。白宫官员知道的越少越好，因为那里的人都相当健谈。此外，赫什22号还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指责美国情报部门炮制并散布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虚假报道，以掩盖事实真相。他指出，美国和德国媒体本月初不约而同地发表报道，称是一个亲乌克兰政府团体破坏了北溪管道。一位美国情报界消息人士告诉他，美国情报部门捏造了混淆视听的有关报道，并且传递给了德国，目的是诋毁赫什此前披露的内容。
日前，俄总统普京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他完全同意美国记者赫什关于美国情报机构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结论。普京认为，目前要获得真相是很难的，但总有一天事实会公之于众。